大家好，我是腾讯汽车的刘侃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鹅看新车。本期开场呢，其实想请大家喝一杯拿铁咖啡的，当然了，这只是一个笑话，因为本期的主角，我身边这一台 SUV 的名字就叫做拿铁，它也是基于摩卡和马奇朵之后的第3款以咖啡命名的 SUV 车型。当然了，市场定位也介于两者之间，未来最快会在第4季度的时候上市，预计它的预售价区间会在16到18万元。那么这款车型有哪些特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整车的造型呢，还是传统的 SUV 的造型，基本上与摩卡也大致相同。细节上可以看到啊，还是使用了很多为品牌最新的家族式设计，比如这个我们熟悉的前大灯组，当然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，比如说它的前6边形进气格栅内部就采用这种锁子甲的设计风格，再搭配底部大量镀铬件的装饰，整体看起来视觉效果更加的动感。车身侧面呢，还是延续了传统 SUV 的设计走线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它2745毫米的轴距是一个标准的大紧凑级 SUV， 那样空间也很不错。车尾整体的造型饱满且敦实，尾灯也延续了家族化的经典设计。当然了，底部也同样运用了这种镀铬的装饰来与前脸相呼应。坐进车内了，可以看到拿铁将整个内饰的科技感氛围营造得特别好。可以看到，在这里有一个14.6英寸的中控屏，下面还有一个小的屏幕可以来操控空调。在驾驶员的前方有一个9.2英寸细长型的仪表盘，前风挡处呢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。那么这4块区域呢，可以形成一个视频联动的这么一个机制。再结合双幅的方向盘以及水晶挡把，可以说拿铁将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些设计元素都集中在这台车上了。值得一说的是，这块14.6英寸的中控屏是同级别里面最大的一块屏幕了。内部呢，当然也集成了最新的智能网联系统，以及说它还有专属的 UI 设计。那么我们在操控的时候，有发现非常的流畅，反应速度也非常的快，功能也非常的齐全。那么值得一说的是，整个内部皮肤能接触到的地方也都采用了这种软性皮革的包覆，因此整体的触控感也非常的好。拿铁呢，作为它主打的也是主流的紧凑级 SUV， 可以看到啊，整车的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身高是1.7米，前排是我的驾驶位。那么得益于它2745毫米的轴距，可以看到后排的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。座椅呢采用了皮革包裹，然后整体的材质也非常的柔软，然后坐垫也非常的宽大，因此乘坐起来的舒适感还是不错的，满足一家人的出行需求完全没有问题。拿铁呢提供了2套动力系统啊，一套是 1.5T 的 DHT 智能混动系统，另外一套呢是跟摩卡上一样的 2.0T 加48伏轻混系统。那么我们此次体验的这台车型就是 1.5T 智能混动系统了。这套系统呢总功率达到了181千瓦，峰值扭矩呢为532牛米，官方给出的数据是100公里的综合油耗仅 4.9升。因为这套混动系统啊支持5种工作模式，所以可以看到从车辆的起步到初段加速的时候，完全是以 EV 也就是纯电模式来启动的。这个时候的驾驶感受就更像一台电动车，起步也非常的轻盈，而且平顺性非常的好。那么现在随着我车速在不断的提升，然后当车速达到现在60到70左右的时候，发动机介入，然后与电机一起形成一个混动模式的形式。可以看到啊，在发动机介入的时候，丝毫感觉不到发动机介入的这个瞬间，整体的平顺性依旧是非常好的。那么动力也是绵连不断。由于本次是在封闭式的场地内试驾，所以无法体验到较高速的一个形式。但是官方说，高速的时候发动机是可以直驱的，然后同时也能与电动机一起来驱动车辆，保证了最佳的一个性能状态。那么整车呢也是有3个级别的动能回收等级可调的啊。弱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其实跟开油车没有什么区别。当然标准情况下会有一点点的介入，但介入感也不是特别的强。那么如果选择最高的强的话，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介入，但它不会出现那种拖拽的感觉。我个人还是建议日常使用标准就好了。
整车的 NVH 我觉得在同级别里面也非常的好，这得益于它很多的一些隔音的材料，包括一些技术啊，比如说这个5毫米的夹层玻璃，以及说它还配备了一个主动式的降噪功能，这些都很好的提升了整车的 NVH 的性能。我们整车配备的是前麦弗逊式和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挂系统，那么整个底盘的调教呢也是非常的舒适。我们下午在5种不同的路况上进行一个测试的时候，发现它的舒适性确实是非常好，尤其是对于后排的乘客来说。当然了，高配车型配备了电磁悬架，在舒适性方面的感觉会更好。在麋鹿测试中，我们以较高的车速进行测试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侧倾，但是当电子悬架介入的时候，这个侧倾会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抑制。而在车辆怠速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当电池的电量低于37%的时候，发动机会启动来给电池进行一个充电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，发动机的启动和运行比我们想象中的噪音和抖动都要更小一些。最后我还是来做一个总结吧。拿铁这款车，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是同级别里面拥有非常宽敞的一个空间，同时科技配置也非常的丰富，而且非常的实用。这套 1.5T 的全新混动系统呢，性能也够用，同时还非常的省油，整车开起来好开且非常的舒适。那么这款车最快也会在第4季度的时候上市，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理想中的价格写在评论区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鹅看新车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